这是哪？前卫，太前卫了！祝千玺，你找死！啊！不是，你们谁啊？师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师姐，你不会是江蜀离吧？是我。师姐记起来了，所以现在的剧情是，你要苏沐藤我不给，你就把我挂在树上。这不是我昨晚熬夜看的大型玄幻无脑恋爱文吗？那我是炮妃女配祝千玺，为了给女主修复灵根去偷东西，完蛋了！师姐，这苏沐藤本不就是给我的吗？怎么能出尔反尔？师姐也不想啊，那苏沐藤我明明都已经拿到手了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药园子突然就着了火。你们也知道我是个胆小如鼠的，还以为是小师叔来取我狗命了，这手一抖，苏沐藤就掉了。反正我无所谓，比不得你金贵。这样吧，我再去偷一次。你耍我？你明明说苏沐藤已经到手了。还是说必须得哥哥来要师姐才肯给啊？哥哥，昨天晚上看的，今儿早上了，谁记得住啊？嘿嘿，哥哥是江蜀月，哥哥也是你叫的。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少中主他不会喜欢你的，更不会见你。冤枉啊！我对小师妹那可是忠心耿耿，什么脏活累活不是我干的，什么雷什么坑不是我趟的，我巴不得小师妹马上恢复灵根，日后带我平步青云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再偷一次，若是成了，小师妹就拿去扶摇直上，把我推出去顶罪就是。若是不成，我也没脸见小师妹了。祝千玺！腰瘦了，穿书也就算了，怎么还穿个短命炮灰？那什么风到底在哪儿啊？找到了！我终于找到了！小师叔，小师叔，救命啊！啊！天地良心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给我滚下去！完了，完蛋蛋了！大胆登徒子！等等，我不是登徒子，我能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偷我东西，还是烧我园子，还是深更半夜的往我床上？说话。我是有苦衷的啊，小师叔。师父临走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来投靠小师叔。我本来不想打扰小师叔的，可是元丰那些人，他们居然要毁了我！别用你的脏手碰公子！我没碰。你进来都不行。小师叔，快救救我！你，祝千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我太害怕了。真把你千刀万剐了，也怪不出2两肉来。拎下去吧，扔进地牢里。别这么绝情啊！你还怕？你灵力呢？你管我？小师叔不也没有灵力了？天妒英才你懂吗？我们这种人偶尔出岔子再正常不过了。这话我怎么答啊？难不成告诉你原来的祝千香死了，现在的我继承了一身实力，结果心法一点都不知道，根本使不出来啊？就你也配合公子作比？公子，祝千玺3番5次的夜探我降罗峰，先是偷药，后是烧园子，现在更是要玷污公子的清白。那就杀了吧，不用给我那个死鬼师兄的面子。等等。我觉得死算不得一种惩罚，人死了可以一直睡觉，可活着就得当牛做马。
所以死其实是一种奖励。嘿嘿嘿嘿，我罪大恶极，千万不要奖励我，让我留下来当牛做马。说来听听。不就是烧了个园子吗？我种，我很擅长。作为21世纪新兴人类，我真的很懂科学种植和营养搭配。你种？小师叔放心，我是专业牛马，被社会锤炼过的专业牛马，还是懂种植的科学牛马。那若是种不出来呢？我要是种不出来，我把自己埋土里。种不出来还有活路吗？与其等着被僵硬扔到乱葬岗，不如给自己找块风水宝地直接躺。哼，有意思。可我要是种出来了，那您就得依着太上祖的临危受命，再养我个10年8年的。滚下去说话！您看我滚得还行吗？不是，他没事吧？江罗峰不养废人，太上祖临终托孤也没用。哼，我看他都不顺眼，还能对你网开一面。不过你要是能让我多活几年，我倒是能考虑考虑。我治你，让你多活几年，我没那个本事啊！不是说祝千玺是他痊愈的唯一希望？纯废物，扔出去！等等，今天你留我一条性命，明天我还你一个奇迹，我必让你福如东海，寿比盘龟。公子，他拿你比龟，还是让属下断了他，一了百了。就你长嘴了，懂不懂人情世故？会不会看脸色行事？没见公子笑了吗？还不赶紧去给我收拾卧王！公子，你看他，给他找个离园子近的，灵力没了，又是个嘴贱的，小心点儿，别养死了。你等着吧。嘿嘿，求放过啊，大哥。这是什么啊？1块钱1瓶我都不要。哼，到了，公子赐给你一个院子和一个园子，你要知道感恩。那些不该有的念头，趁早给我断了。我的念头好断，你的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求的是活路，又不是人。以后你做你的正宫娘娘，我当我的狗腿大太监，相互合作啊！我真服了。唉，我以为自己被寄养在了高门大户，实际是好像被卖进了黑煤厂。睡觉吧，明天会更好。大早上的干嘛？大早上的你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当然是为了小师叔鞠躬尽瘁。也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本事了。本事还是非礼？哼，小瞧我，阁下可听说过道教？大陆宗门我如数家珍，连灭门和刚琪琪都知道，没听说过什么道教啊。一看你就是个孤陋寡闻的。正所谓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天地万物尽归于道。窥道者，窥天机，此为道。当真？当真。何以窥天机？天机一卦，100金。骗子！昨晚骗色，今早骗财，你简直是罪大恶极！你不信我，既然如此，送你一卦又何妨？你信不信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江蜀丽就会上门？废话，你自己闯的祸。你昨天不是和江蜀丽夸下海口，今天一定会把苏沐腾交给他，他自然会上门。你知道？你以为就你那点小伎俩能瞒得过公子？不过公子是不会帮你收场的。江蜀丽来了，你的死期也就到了。非也，今天不是我的死期，可小师叔倒是九死一生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敢咒公子？
小师叔，可信我这一卦？怎么信？今日江疏离若是来了，定然是一身鹅黄广袖裙，发间是凤尾金钗，腰上缀着难得一见的雪玉，额前是清河的花点。这卦值不值千金，很快就能见分晓了。不过小师叔若是愿意再付出一些旁的东西，我现在就解了这卦。你这一卦要是不准呢？那就说明天机不可泄露。空手套白狼，这叫试用装。反正我白送一卦，小师叔试过了，自然就了解我道教的厉害之处了。公子，江蜀离在山门求见。把人带到偏厅。祝小姐，请吧。小师叔不一起去吗？哦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怕死？很怕。可你说了今天我要死，既然如此，那你赔一个吧。去吧。亏我还想了后处，妄图保他一条小命。去就去。回禀公子，今日蜀离的装束和祝小姐所言如出一辙。刚传回来的消息，江蜀离的裙子是新裁的，凤尾金钗倒是戴过几次，可那雪玉却是从未露过面。祝小姐推测的可能只有一点，靠撞大运更是不可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她当真能窥天机，未卜先知？她要真有这本事，怎么不算算太上座生死呢？事关公子性命，宁可信其有。有意思的小骗子，既然师兄让我养着，那就留下吧。是。祝千玺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，你今天就是来找我的啊？你不是来找我拿苏木藤的吗？偷到了吗？偷到了就快给我！苏木藤没了，你耍我？就耍你，怎么了？你找死！你真以为入了江罗峰就有所依仗了吗？你私藏苏木藤，还烧了穆师叔的园子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所以呢，那我死他手里好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让他杀了我吧。你不知廉耻，命都要没了，还要什么廉耻？我就是用苏木藤钉棺材板，也绝对不会便宜了你。反正江蜀月对你情深意重，应该不会嫌弃你是个不能聚灵的废物吧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宗门大比，只要你能说服江兰峰，让我参加3个月之后的宗门大比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苏木藤双手奉上。不可能，就算是你上了擂台，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你少说那些脱了裤子放屁的话。我上擂台，苏木藤给你，我上不了6把苏木藤，变成跟你一样的搅屎棍子。有本事你就捡回去给熬汤炼丹。你恶不恶心？就这么一个条件，你若是办得到，那就等上3个月；若是办不到，明日去毛里等着捞新鲜的。还有，别想着再杀我一次了，你也瞧见了，我在这里过的那可是如鱼得水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小师叔宠我呀。我都说了，我能过苦日子的。可没办法啊，小师叔啊，就是看不得我受一点委屈。昨天还给我送了一个大的大院子呢。胡说八道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管我算什么东西？反正你们姓江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3个月之后的宗门大比，要是没有我的名号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修复丹前。这玉好漂亮。滚！你吼什么？带着你的玉佩滚！带着你的玉佩滚！你给我等着！还真让他算准了一次。公子，我去杀了他。不必，他还不能死。走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快躺下。我没事。可是，让他走。真的不能死？小师叔怎么样了？公子为什么会突然灵力翻涌？
还是联合那些人让公子变成这样？你怀疑我？你还是不信我是道教？滚进来！来了，小师叔。我真服了。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小师叔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一挂100斤。祝千玺，泄露天机可是要折寿的，我这是买命钱。解卦。哎，你快起来啊！不是我干的。祝千玺，你又毒害公子，成何体统？提什么统？你先过来看看小师叔。气血灵力失控，公子往日从未有过这种情况。来人，快去把春才老人抓来！要不是你烧了公子的园子，如今也不至于无药可用。就算是有药也没用啊！100斤解卦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不信我道教？不过100斤，公子醒了马上给你。你快救人，需要什么药材，我马上去准备。需要100斤，快给我金子。公子醒了就给，不给他醒不了。我要金子，救人，救人！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小师叔之所以灵力乱散，是因为江疏离的血玉啊！还不快拿金子来！原书里春才老人是怎么救的来着？血玉里的血是凶兽的心头血，所以一书不易睹。凶兽噬金，切脉放血，以金引血。然后呢，引出来就行了也不行啊！引出凶兽血只能稳定灵力，可稳不住小师叔的情况啊！原书里春才老人饮血之后，又塞了几个丹药，可那缺德作者别说是方子了，就连丹药名都没提啊！金子来了，还有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看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以金引血，懂不懂？信不过我，你就自己划，不划就滚开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这是在救你，你可不能醒了就翻脸不认人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罪魁祸首，快拿个东西来！抓到了！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？你起一卦不就知道了？你说起就起啊？不就是100斤吗？给你万运都行，你快起卦。1斤都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？我看书是个一母10环的，记得怎么饮血就不错了。再起卦，那不是自砸招牌？机能冷却期，爱莫能助。有什么丹药？什么丹药？我们这里奇丹异宝多的是，要给公子吃什么？你都拿来我挑挑。这是生机丹，这是利血丹，这是九转还魂丹，还有这些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宝丹。吃那个。这个吧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这个最臭，吃这个。果然是宝丹啊，入口即化。不过怎么没什么变化？鼻梁高挺，眉弓优越，骨相皮相都是1等1的，尤其是这个唇瓣，看起来也太好亲了吧？你在垂涎什么？当然是在观察小师叔的气色啊！你看他嘴唇子都白了。公子昏迷了那么长时间，可不是得白。不行，得再补补。哎，这颗怎么不化？你不想救我就直说。你别吐啊，醒了就咽下去。放了我那么多灵力，是在救我。还有，既然我都挂印了，这些金子就归我了。赚点私房钱容易吗？说说那雪玉是怎么回事？那你得去问江家人，我就是个破算卦的，哪知道什么雪玉？俗话说得好，破财消灾。你早把金子给我，我不就把这灾解了？本事这么说，倒是我小瞧你了。既然你神机妙算，何不算算自己的下场？我的下场？我现在可是小师叔，你的救命恩人啊！照小师叔的本事，自然是能护我衣食无忧，安度晚年。那你这一卦算是废了。我喜欢恩将仇报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去，好好种你的园子。干脆灵力流完算了。公子，这金子吃我的住我的，他要钱干嘛？哼，去查查那雪域，原北峰那群人在乌龟壳里缩了这么多年，到底是忍不住了。霍树摇什么摇？看我鸡飞蛋打，你很开心吗？很开心吗？反正这地方也什么都不剩了，留你一个也怪可怜的，不如我送你去团聚。
什么鬼东西？你才是东西！我记得你，就是你把我的园子烧的只剩一棵出了。不是想吃了我吗？你跑什么？我现在怕你吃了我。我只不过是个美味的果子罢了，我怎么能吃人呢？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把那些抢我营养的东西全烧了肥料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开了灵智。我看你实力强横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再养养我，只要我化了形，活死人肉白骨，保你不死。我看起来很笨吗？我看我还是现在把你吃了，还能润润喉。等等，你给我停下！我没有骗你，这园子的药材哪个不是灵力充足？不还是被你烧了个干干净净？就只有我还存在，难道你还没有感受到了我的不凡之处吗？感受了。这么说来，我把你吃了，没准儿还真能功力大涨。你给我滚下来！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今日这仅剩的果子，是不是就成了你的晚饭了？一个小果子哪够晚饭，最多就是个餐前水果。小师叔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现在记不起心法，半点力都使不起来，修炼无门，我总要给自己补补身子。所以怎么补？不过师叔若是愿意教我的话，我必定养好这果子，日后孝敬您老人家。你想要修习心法也不是不行，我自幼身子弱，如今药园子又被你烧了，我怕是命不久矣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没了后就传给我？你就这么盼着我没了？天地良心啊，小师叔，真是冤枉啊！这里坏人那么多，您身子不行，可不就是块大鱼肉？弟子讨要心法，那是为了自己吗？绝对不是，是为您啊，小师叔。如此危险的处境，不如你算算我的生机。天机不可泄露，经常窥探天机是要折寿的。左右我是个短命的，你多折寿来陪我，就算尽孝了。马上算。那我就豁出去了，再为小师叔求一求。看来我只剩一点时间了，我这就为您逆天改命。小师叔教了我，那可是如虎添翼。您放心，只要把心法给我，我很快就能恢复实力。到时候我就守在您门口，管他牛鬼蛇神还是何方妖邪，统退避三舍。当真？当真！明日午时来藏书阁寻我。耶！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，还专门来接我一趟。想得美！公子喜静，你这个脏东西不许靠近他。你看你又急，难道你吃醋啦？你等我学会了，看我不让你跪下叫奶奶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师尊太过俊美，弟子看呆了，这就上来。心法呢？是这本吗？规矩些。哼，心法在桌上，就只有这一页纸。这不过是入门罢了，窝窝囊囊的像什么样子？师叔是打算每日给我一篇？你想的倒是美，自然是你每做出些成绩来，就赏你一篇。怎么算做出成绩？自然是由我评定。怎么，有意见？弟子哪敢啊，弟子哪配啊！不过叔可想好了，若是3月之后我还是没有一点用处，这松木藤可就真没了。宗门大比，我一定要赢。为什么？为了让他们知道谁是孙子，谁是爷。因为会死啊！你死我也死。会死？看来是真把脑子磕坏了。金属性？什么金属性？为什么是金属性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哪里知道？你还有什么属性？我应该还有其他属性吗？或许我还有水属性。控水。啊！怎么控？教你的心法是儿歌吗？有意思。控火。师叔，你吓到我了。有点意思，给我把那个书架恢复如初。已经碎了，如何恢复？书架属木，让你恢复就照做。这就是我的灵力吗？还要控什么吗？不用了，今日你先回去吧，仔细修习心法，再把园子交了。是。
抽枝开花，控土润泽，全系灵根啊！不是木属性和土属性，而是生命力。那个姜老头天天打压住弟子，可真有意思。还是太上祖早有谋划。祝千玺，把我养好了，不比那些破草强。你既然这么有用，怎么没见小师叔多看你一眼？那是因为还没到时候。我不一样，像我这么厉害的果子，可不是谁都能见到的。哼，那倒是，谢谢你看得起我了。我的灵力是不一样的吧？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嘛。我承认我确实因为你的力量才这样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过人之处是什么？能让我化形啊？为什么能你化形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什么？你给我滚远点儿！奇怪，她怎么了？那女人去找别人了，你管不管？小纸条都递进来了，你还不管？她还有相好。祝千玺常年和太上祖待在后山，已经许久没见过外男了。会不会是那破果子看错了？走，你来了。你可知我在等你？你有病！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可我没得选。有话直说，你以为你是偶像剧男主啊？对你赶尽杀绝，并非我本意，只是姜属离的灵根事关重大，我只能暂时委屈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拿到松木痛，姜属离灵力恢复，我就可以开始筹谋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联手，你今日就去面见，告诉他你非我不嫁。你我成婚之后，我自然会把红绡双手奉上。你说什么？非你不嫁？你想要的，我都能给你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想要什么？你想崭露头角，你想万人崇拜，你不想自在空有一身实力却不得人心了。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日子，你都忘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只要你和我成婚，原北上下都会认可你。太上祖在天有灵，也会为你高兴的。还有太上祖留给你的红绡，只要你嫁给我，就能物归原主。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你猜我愿不愿意？祝千玺！哼哼哼哼哼！你干嘛？祝千玺，你想不想红绡啊？嫁给我，你就可以一呼百应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江少主说的确实没错，你在原北峰声望重，一呼百应，嫁了你，我确实能翻身。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可是什么？江蜀离现在逢人就说我对师叔起了不轨之心。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因为这些谣言就对你心存芥蒂。什么要芥蒂？我的意思是，谣言是真，不轨之心也是真。打从我见了师叔第一面，就已经知道他与你们这些云泥之别。师叔仙人之姿，待人温润宽厚，有鸿鹄之志，也有慈悲心肠。公子，他这简直满口胡言。他平日没少在背后嘀嘀咕咕骂您可不能轻信他这般权宜之词。闭嘴！本公子看起来像是随随便便就能被蒙蔽的人吗？这些天我在江罗峰过得很好，红轩古鞭我是迟早都要拿回来的。不过用它来当做筹码，江少主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师叔图纸有悖伦统，你疯了！若疯了就这般痛快，那我早就该疯了。我是原北峰的少主，你是原北峰实力最强之人，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日后整个万象都是我们的。整个万象宗？你想要是整个万象宗，那牧童尘呢？你要的到底是我，还是牧童尘的性命？你变了，你从前从来不会这般与我说话，更不会为了一个外人拒绝我。死过一次，自然是变了。你今日所说，势必是不能如愿了。不过我也不能让你带着古鞭白跑一趟。什么意思？江少主费尽心思把消息递进江罗峰，又亲自送了红绡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祝千玺，
给我站住！我说刚刚怎么一股子烧猪毛的味道？原来江少主就这点本事，连自己的眉毛胡子都保不住啊！公子，再不给这家伙立规矩，这罗峰迟早也被他拆了。立规矩？还是你觉得对江树月这种货色还需要手下留情？属下只是觉得这半点不知道尊师重度，做起事来更不知深浅。公子日后怕是少不了要跟在他后面收拾残局。师叔教我！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还真以为那蠢果子有当间谍的本事？那我们还不救人？祝千玺，你出卖我！谁出卖你了？师叔这专门来英雄救美的，你也不想想，江罗峰怎么会有消息瞒得住师叔？你觊觎我，师叔自然不会放过你的。江少主私下约见我江罗峰的人，怕是不妥吧？男婚女嫁之事有什么不妥？还有，祝千玺从始至终都是我原北峰的人，千玺年纪小不懂事，您不会跟着他一起胡闹吧？江少主这是在警告我，弟子不敢，不过是为了师叔的身子着想罢了。我说过，太上祖就只有千玺这一个独子，江少主这声师叔在下担不起。今日之事，我全当你头脑发热，若是还有下次，本宗就去找江暖风论论，看他愿不愿意让祝千玺当着少主夫人。今日是我失礼了，谢过沐风主。你自称宗主，可江蜀月称你为峰主，怎么，你也有夺权独大的心思？还有那血玉，小师叔不会是打算忍气吞声吧？万象宗本就只剩下本宗和师兄两人了，那群外姓人不过是师兄引狼入室，也配合我争权夺位。还有你这个外姓人，收你入门已经是师兄破例了。至于那血玉，放心好了，我清算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百金一卦。我不是故意趁火打劫的。在想什么？怎么？难不成你还真想去做那个什么狗屁少夫人？我都说了对师叔一见宠了，当什么少夫人？我不过是想活着罢了，可他们非要我不得安宁。你今天动了手，江蜀月已经知道你实力大减了。知道了正好，想象下以为我灵力大减，结果在擂台上被我3招打得回炉重做，大快人心啊！不过就是要麻烦小师叔这段时间多给我点心法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很容易突然死一死。我凭什么帮你？师叔不用明说，我能意会的。竹林风大，师叔身子弱，我们回去吧。公子，我还是觉得这女人撞邪了。那你倒是说说该如何驱邪？黄符纸、黑狗血什么的，或许可以试试。也行，你去泼她一身黑狗血，看看她几日能把你拆得七零八碎。公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开玩笑？开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小师叔的。小师叔瞧着这红绡骨鞭如何？用凶兽的脊骨打磨成鞭，通人性，却也摸不灭兽性。小师叔的意思是说，这红绡不能见血。你倒是通透。哼，如此说来，那江叔也是在算计我了。这骨鞭有血腥味儿，自打我夺回了红绡，他便一直蠢蠢欲动。血腥味儿？去查查，这几日宗门里可有人死于红绡之手？他这是想让我彻底身败名裂啊！一旦红绡在擂台上失控，在宗门大比上大开杀戒，我的声名彻底败了不说，怕是性命也要搭上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公子，出事了！死在红绡鞭下的是江蜀离身边的一个侍从，如今江蜀离已经抬着棺木上门要说法了。江蜀离一口咬定，人是祝姑娘杀的。我吗？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您说对吧，小师叔？所以呢？所以这事儿还得您摆平，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少给我戴高帽子。行，以后不给您戴高帽子了，我给您找点带颜色的帽子戴戴。祝千玺，你还我玲珑性命！你凭什么说人是我杀的？红绡骨鞭削肉破骨，如此清楚的伤，你还在狡辩？今日就算是沐风主护着你，我也必然要为玲珑讨个公道。你控告我杀人，总要准许我验尸，否则日后若是江衍峰死了，你们是不是也敢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？既然你说是我杀了他，不妨把人抬到祖庙别个敬，去祖给你情同姐妹玲珑讨个公道。祖庙是宗门圣地，岂是你我能去的？我是太上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入门也是拜过祖庙的。你去的，可我去的。去通知江老头，我杀人了，如今债主要偿命，按规矩祭祖庙，拜莫老。
等等，此事宗主早有定夺，不过是江老头养的无用之人罢了。一没办事，二没入门。你今日就算是死这里，江老头又能奈我何？你简直欺人太甚！穆师叔收留你，不过看你可怜罢了，没想你变本加厉。江老头收留你，也不过是看你有用罢了，没想到你不识好歹。玲珑是怎么死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杀害同门，构陷亲传弟子，你得祈祷你一直都是个有用之人，否则江老头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擦屁股善后。你胡说八道！江老头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他一手养大的人，居然早就已经学会藏若藏丝了。这是在闹什么？玲珑惨死，弟子是要为他讨个公道。祝千溪谷边行凶，还拒不认罪，求宗主明察。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罢了，也值得大动干戈祭祖庙。宗主此言差矣，既然在宗主眼里人命不值钱，那我这个太上祖祖嫡传弟子的清白可值钱。你少拿太上祖压我，本宗给你3天时间自证清白。江蜀岳万象宗上下所有弟子，他们这些人也难以自证清白。太上祖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太上祖没教我如何自证，倒是教我如何清理门户了。你敢！3日为期，诸位可别忘了。人命关天，宗主还是查验的仔细些好，没准儿还能有什么意外之喜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宗主培养了个好徒弟，灵力全无，却有如此炼毒之术。我就知道小师叔怎么舍得见死不救，江蜀里点小心思未也太明显了。你以为你那点心思就不明显？怎么想一脚踹了我另攀高枝？小师叔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说吧，开祖庙见莫老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听说莫老年轻时就不居庙堂，对开荒种植颇有造诣，所以弟子想去讨教一二。一天3个谎起步，骗人烂舌头，你给我想好了再说。哼，小师叔不是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还敢顶嘴！祝千玺，你叛逆期也该过了，少给我是生非。我叛逆期过没过我不知道，小师叔更年期看着是快到了。太上祖尸体不翼而飞，我总能眼瞎了，全当没看见。小师叔不说，那我便自己查。如今翅膀硬了，敢骂我？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小师叔，可能是我真瞎了吧。太上祖明明就躺在棺材里，我却只顾着抬头瞧小师叔的俊朗之姿了。弟子有罪，弟子对不起太上祖，弟子还对不起小师叔。既然认了错，那以后该怎么做？为小师叔马首是瞻。还有呢？帮小师叔排忧解难。还有呢？对小师叔歌功颂铎。说人话。我好好回去种草，安分守己，尽量不给别人机会欺负我、诋毁我、污蔑我，甚至谋害我。滚滚滚，赶紧给我滚！弟子这就回去当牛做马，您可千万别不要我！赶紧滚！公子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丹蛙用一颗少一颗。祝千玺那个野人给您受的气，可是一天比一天多。红霄的事查清楚了吗？玲珑死的蹊跷。不过祝千玺说的没错，他确实是死后才被红霞鞭了尸，而且依属下之看，玲珑像是个药人。江疏离在藏拙，不无可能。这些年江老头把江疏离藏得紧，可今日瞧着，江老头对这事也一无所知。继续查。愚蠢！你说那阎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先把我放下来！还能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对你有点意思。我看你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了。嘿，你还别不信，我在这院子里挂了几十年了，我从来就没见有人能把他气成那样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在这儿将罗峰养老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只要穆阎王不死，我们这些小鬼就都能苟活。瞧你那点出息！你倒是有出息，3天5头的被人算计。天妒英才，没办法。江蜀离他嫉妒我的美貌，就嫉妒我的实力，还嫉妒我的靠山。你不是说这次一定能成功？现在倒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3日之内若是没个交代，穆同尘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玲珑分明就是祝千玺所杀，那红霄谷边留下的伤痕清楚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你确定是他？谷边伤痕清晰可见，那其他旧伤呢？也是因为谷边吗？玲珑为什么会中毒？你不信我？你要我如何信你？说说吧，你炼毒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玲珑是你的药人，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罢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炼丹炼毒的基础就是木火双属性，我灵力全无，也就是小打小闹，哪里用得着药人？那玲珑体内的毒是怎么回事？自从他跟着你之后，实力没有再精进过半分，你又作何解释？
我哪里知道，玲珑是自由身，这些年虽然跟在我身边，可我从未限制过她的自由。更何况玲珑到底是来附凤我，还是来监视我的？父亲和哥哥难道不清楚吗？说到底，我也不过是个棋子罢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滚回去闭门思过。你让我去干什么？去把玲珑请回来。他都死透了，你懂不懂修辞？我的意思是让你把他偷偷请回来。白天偷人，夜里偷尸头，你还真是个野人。夜里偷尸体我认了，我什么时候偷人了？去不了是吧？那我这园子也种不了。我不了，谁都别想活，大家一起死好了！你厚颜无耻！你才知道我厚颜无耻，我还手段下子阴险狡诈呢。你要不要让你家公子试试？你给我等着！你不会要去告状吧？我去请尸体！骂人都只会厚颜无耻的傻大个，还妄图守护穆同尘的清白和真气。你要干什么都快些，真是晦气！真毒啊！看见了吗？江蜀离才是真正的毒妇，你可千万不能让那个毒妇靠近你家公子。又在搞什么幺盒子？验尸，身体都已经黑了，脏器衰败，筋脉开裂，他本来也没多长时间可活了。死因呢？毒发。看伤口，看着确实是红霄的手笔，看来我还是小瞧江疏离了。你很忌惮他，为什么？难不成你也信所谓的皇女之说？你不信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有些人生来就有大气运，遇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绝处必是生处，可怕得很。上位者明争暗斗，倒是可怜他了。等等，江阳宗的人。玲珑很小的时候就拜入了云北峰，看来这些年襄阳宗那些人也不都是朱玉阳那般酒囊饭袋。那这人怎么处理？原北峰的事与我江罗峰何干？明日午时藏书阁。3月至期限已经过了半月，小师叔怎么还如此吝啬？贪多嚼不烂。你这身子旧伤了。烧了你的园子是我不对，你放心好了，那些灵草很快就能长出来了。心法晦涩，一旦行差踏错，灵力逆行，必然伤及根本。3月之期，你不可能全然领悟。如此笃动，看来小师叔当初初学心法用了不止3个月。你做不成的事，就不准旁人青出于蓝。你想胜我？弟子不想胜过小师叔，只想追随侍奉小师叔。这些心法我都已经修习过一遍了，3月虽短，却也不是可能。敢不敢和我赌？赌？若是宗门大笔钱，我能全然掌握心法，就放我下山看看。你要走？小师叔待你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走？还是说外面有什么勾魂的东西，让你日思夜想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祝千玺，有件事我希望你清楚。太上祖把你交给我，不仅仅是关照，而是全然交付。你是我的，懂吗？我早就说过，这女人就是个祸害。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再去趟逍遥岛，绑也给我把那个老头子绑回来。公子，您不能再动气了。没动气，你知道的。他不能走，他走了我就得死。
他走不了，可他想走，总会试的。试了也没用，公子不用担心。我没担心，不过是不想节外生枝罢了。你说，我对穆同尘有多重要？应该有些重要吧，毕竟你还得给他种园子。只是有些吗？哎，你这副样子，本果子可是见过的。唉，江蜀离啊，每次被沐风肘赶出去的时候，也是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你说说你们这些女人，就非得爱上不可能的人吗？就非得尝尝爱情的苦吗？就非得求而不得就强求吗？我现在强求你闭嘴，别拿我和江蜀离相提并论。总之你听我一劝，爱上那种男人，还不如爱上一个真诚的果子。比如我，一颗前途无量的果子。滚！看什么？来了就帮我除草。公子昨日犯病了，被你气的。怎么又赖我？谁懂啊，朋友们，他不想这样的。园子烧成黑炭，这阎王都没生气，谁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生气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家公子为什么不让我走？你们到底有什么阴暗的计划？我又不是出去就死啊！你知道公子有多少仇家吗？说句不客气的，你还真有可能出去就死。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谁让你自己败坏公子的名声？现在外头都冲了，你和公子关系匪浅，所以我劝你还是乖乖待着，跑出去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知道了。言尽于此，你给我安分一点。公子昨晚上说了，你若是觉得待在降龙峰闷得慌，大可以出去转转。你怎么来了？催进度。我想看看3天的时间，你们能编出个什么像样的理由给我？你以前不是咄咄逼人之人，千玺，你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，我都快要不认识你了。面目全非？你对着这么一张美丽的脸说面目全非，少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。说吧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江蜀离？他已经被父亲禁足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当然是一视同仁。既然我杀了人要去裂谷崖受刑，那江蜀离怎么就去不得了？他怎么能跟你比？他灵根全废，去裂谷崖受刑他会死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主，又死人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谁死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走！走什么走？我怎么能不去瞧瞧？你给我站住！再往里闯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什么时候客气过？你今日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打进去。放肆！太上祖的嫡亲弟子也是你能拦的？弟子见过大长老。走吧，孩子，跟我去看看。千玺可识得那弟子左手被刺上的图案？襄阳宗的印记。本以为手握剧本神佛无阻，没想到居然是个阴阳剧本。既然识得，那千玺你怎么看？我表示想凑近点看。八字不交，脚尖平沉无挣扎，这人十有八九是死后被吊上去的。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，还真是奇了怪了。哪里奇怪？你别卖关子。失血过多，理应惨白无色，可这人眼睛却又过分充血，前后矛盾，不奇怪吗？千玺果然是慧眼，心思缜密，观察入微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人是谁杀的？脸上刺着襄阳宗的印记，那自然是襄阳宗杀的。真是惺惺作态。一派胡言！
香宗那个蠢钝老妇哪有胆子在我们万象神地界杀人？所以玲珑身上有红霄的印记，就一定是我杀人。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，胡搅蛮缠。身份查清了吗？查清了，此人是三长老座下的内门弟子，三品丹师。丹师都能中毒，这地儿不吉利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凶手没抓到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。大长老也要把我扣在这里。岂敢！早些回去吧，别让沐风主担心。又去哪儿野了？什么野？我是去干正事。又死人了。玲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我瞧着这事儿十有八九是冲着江蜀离去的。那不是正中你下怀。外面的人就算是死绝了，也与你无关。有时间仔细修炼，认真钻研丹道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这身子破败成这样，全都是因为你。难不成你想撒手不管？你那叫雪上加霜。大差不差，反正这事儿不能全怪我。再说了，我都说了去逍遥岛给你找神医了，是你自己不让我去的。炼丹那事儿你也知道，那得天赋。我就是个炮灰，没有光环也没有金手指，我能练出个什么来？有那点时间，我还不如多练点鸡鸭牛羊，还能解解馋。你在胡说什么八道？总之听我一言，江蜀离这个人能避就避吧，否则有朝一日他翻身了，我们都得遭殃。不过是莫须有的谣传罢了，竟把你吓成这样。你若真担心，大可以现在就给他一鞭子送走。他就算是想翻身，也只能在棺材里翻了。办法是个好办法，可这不明摆着就是反派。别瞎研究了，少管闲事才能活得长。山医已经去逍遥岛请春彩老人了，到时候你跟他好好习丹道。春彩老人就是逍遥岛的那位圣手春彩。听闻他出生在初春乍暖还寒之际，冰雪未消，门前有矮木生芽，所以起名萧春彩。看着是个好名字，可听着不太对劲。取大智若愚之意，貌似蠢才，实则天才，这就是境界。既然请了春彩老人，就让他专心给你治病，何必非要难为我？让春彩老人教我炼丹，再让我给你治病，这不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让你学就学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知道了。我说过了，人不是我杀的，你还要说几遍？我一个废人，怎么可能杀掉他们？玲珑是你的人，胡亥是专门为你炼丹的。死的全都是和你关系匪浅，不是你杀的，也和你脱不了干系。如果不是你办事出了差错，搞不到苏沐腾，如今也不会这副光景。难怪祝千玺瞧不上你，你还真是个蠢货。这些人要真是我杀的，无非2条贱命，可他们要是来杀我的，事情可就大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懂吗？襄阳宗司怕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，既然不能为他们所用，自然是要在我扶摇而起之前除掉我。你就如此确定你真就是那天命皇女？他们是2条贱命，而你是天命皇女。江疏离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面目全非的？从那个贱人坏了我的事开始，变了，全都变了。什么变了？你和祝千玺之间到底有什么？我只知道，自从他进了江罗峰之后，我事事不顺，处处受阻，一定是他夺了我的运势，他必须死。你不会懂那种感觉的，那种险处必然逢生，低处必有贵人相助，炼丹炼毒信手而来的感觉已经开始消散了。你真是疯了！你还是少看些画册为好。你真以为玲珑是你的人吗？别蠢了，他从头到尾都是襄阳的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腰上有襄阳宗的徽记，你要是不信，大可以去看看。祝千玺明里暗里的探查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放心好了，在万象宗的地界，没人能杀得了你。距离宗门大比也不过1月有余，等我拿到了苏沐腾，你就用不着担心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段时间我可以禁足，但是院子周围一定要有你的亲信之人。袁北风已经不是铜墙铁壁了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江蜀月来了。袁北风接二连三的死人，他不赶紧找凶手来这儿干什么？江蜀月说，他就是来找凶手的。自打你来了之后，我们这江罗峰就没消停过。那你倒是让小师叔赶我走啊！可惜啊，小师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走呢。我也不想的呀，你说是吧？江蜀月要见你，快跟我走吧。我自己去见。你去查查这血，玲珑和胡亥的死相虽然大有不同，可毒发却还是有相通之处的。来我们江罗峰找凶手，江少主真是好大的气派。是你剖了玲珑的尸体。是我又如何？你查到什么了？我查到的东西不多，却也有点用。
什么用？劝你半途而废，别查了。你们原北风的水啊，是真的深。我一个外人，何必惹火上身？你少卖关子，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江少主果然是痛快人。既然如此，我要太上祖的灵牌。这不可能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放心好了，我只祭拜一次，开祖庙，我只要1刻钟。你想见莫老？我只想祭拜太上祖。你若是怕我对莫老另有所图，大可以守着莫老，有的是法子不让我见。开祖庙本就是大事，我自然不能轻易答应。那你快去快回，去的晚了，10有8九还要死人的。僵硬送客。堂堂牧童臣，居然也有听墙角的一天。你当真想去祭拜太上祖？不应该吗？太上祖的尸体不见了，我也只能拜拜灵牌了。或者小师叔有活死人肉白骨的本事，有朝一日让我拜拜真人。试探我？我哪敢！你想去就去吧，不过有些事你就算是见了莫老也没个答案。小师叔放心，我不见莫老。小师叔不喜欢我见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见。眼下最棘手的还是那几具死尸。血迹查的怎么样了？和玲珑身上的毒确实同出一脉，应该是凝血草的毒，但是玲珑被喂了太多毒药了，所以2人毒发之后的死状多有些不同。胡亥没有死于凝血草，说明中毒之时他手边是有解毒的丹药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迫不得已补刀杀人，所以胡亥死的地方应该是在3长老的势力位。杀了人不毁尸灭迹，反倒挂到了显眼之处，这凶手到底想干什么？杀鸡儆猴。英雄与美女所见相同，江家父子脑子不灵光，可袁北风还是有用之人的。眼看着襄阳宗室深入，江家父子却耳目密塞，不听真言，他也就只能自己动手了。这么说来，他还是想保江疏离。你们到底在说谁？我们在说那谁，就那谁，你知道吧？到底是谁啊，公子？他不是说了吗？就那谁。算算日子，山爷也快回来了，去把朱姬阁上的炼丹房收拾出来。不是，您请春才老人回来，还真是为了那个野人？太上祖说过，只有他能治我的病，忘了吗？属下没忘，只是没忘还不快去！死死果子，你是不是偷吃我灵草草了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一个果子吃什么草？你自己的园子你不看好，你知不知道昨晚上进贼了？也就是我挂树上，要不然他能连我都吃了。什么东西？这地方能有贼？确实是毛贼。毛贼？是毛贼，毛可长了，尤其是耳朵毛。你说的是这影人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是人了？谁家好人耳朵长毛？是只猫，耳朵长聪明毛的猫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一个果子不爱吃草，他一个猫就爱吃了。我瞧着那家伙今天晚上还会来，你跟我在树上挂着，准能抓到他。要挂你自己挂，说的什么话，多不吉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整天叫你胡浆果也不是个事儿。可我从生出来就这么叫，我妈叫胡浆果树，我叫胡浆果，以后你叫胡建国。为什么是胡建国？因为建设美丽新国家，这名字继往开来大气磅礴，颇有民族情结和时代印记，很配你这么有沉淀的果子。我确实有沉淀，我就叫胡建国。所以建国，今天晚上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？当然是先去通知一声朱姬阁上那位，抓个猫就用不着惊动小师叔了吧？你懂什么？江罗峰这地儿，连你带我还有这园子，那全都是那位的，那这猫自然也是。万一那位闲情雅家养了个猫儿，晚上出来秘密野食，再让咱俩抓了，这不是惹火上身？你一个果子懂得还挺多。开玩笑，我可是有沉淀的胡建国。我瞧着那猫儿长得膘肥体壮，半点不是像是食的样子，10有8九是有人喂养。江映不是在门口守着，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快来，江映，养猫了？猫没有，野人倒是养了一个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什么叫我想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那灵草都被猫啃秃了，如果不是小师叔的猫，那我可就随意处置了。江罗峰手背3浅，怎么可能溜进来活物还一无五知？胡建国亲眼所见，难不成那草还能是我啃的？等等，胡建国又是谁？你带人回来了？胡建国是他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抓猫。放心抓只猫儿，这事用不着你操心。不过话回来，杀人的真是大长老，我可是听说了，现在原北峰上下森严，这事怕是不能那么容易解决。想去看热闹吗？你能带我进去？那是自然，事关襄阳宗，江家父子不会不查的。也不一定非要你一个外人查，所得让江家父子相信此事非我不可。江淑月这么久还没动风，还是不愿让我进祖庙，派人去告诉江家父子，下一个死的是大长老身边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算出来的。我道教是有大本事的，你还真以为我是骗人的？你只管去说就是了。你这个妖女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妖女，瞧瞧这副狗急急强的嘴脸，怕不是被我说中了？
大长老座下的齐明月今天早上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屋子里，被人发现的时候也才断气。你昨天是怎么找到的？掐指一算，不是什么难事。我还算到那齐明月和江蜀离关系匪浅。还有呢？还有可就是付费内容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要进祖庙祭拜太上祖。事关江蜀离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这件事我同父亲说过了，若你真的能抓到凶手，还原北风一个安宁，便许你一刻钟又如何？爽快，走吧，带我去看看齐明月的尸体。等等，你能去，他不行。对我又是喊打喊杀，身边自然要跟着自己人。江英若是不能去，我怕是出不了降罗峰的山门。你威胁我？江蜀月，我劝你想清楚了，现在是你求着我。简直欺人太甚！眼宽乌青，四肢皮下血色斑斑，脸上也被刺了襄阳宗的徽记。看吧，又一个中毒的。齐明月被害的事，江蜀离知道了吗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告诉她也没用。可这些人的死，都跟她脱不了干系。传闻齐明月和江蜀离是闺中密友，齐明月死了，总是要知会他一声吧。祝千玺，你还敢回来？离我姐姐的尸体远点！你一个叛徒也配碰我姐姐？我是验尸，又不是做些别的什么。你听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总之你不许碰她。你就不想知道是谁杀了她吗？你姐姐死得很痛苦，中毒半个时辰之后，她就发现皮下会出血的痕迹，接着眼球充血，面色青紫，呼吸逐渐开始凝滞，四肢无力。她痛苦了多久？少则几分钟，多则1刻钟。到底是谁杀了她？是不是你？我若是想杀她，绝对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那你又是如何知道姐姐会遭人杀害？因为所有的谜底早就已经有迹可循了，你们就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江蜀离灵力全无，到底是怎么炼毒炼药的？他说他用的是凡火，而且他炼制的那些也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看来你们对江蜀离真是半点不了解啊！凡火若是能炼化灵草，那天下的丹师早就比比皆是了。江蜀离能炼丹，不过是借了别人的势罢了。你是说有旁人在帮他炼丹？齐明月是火属属性，他们全都是手离的助力。如果我料想的没错，下一个死的会是一个木属性的弟子。这次又会是哪个长老门下的弟子？你还真当我是仙人了？昨日我能猜出死的会是大长老门下的弟子，也不过是因为大长老主修火属性，和江蜀离要好的火属性弟子10之8九都在大长老门下。不对，那玲珑呢？玲珑为什么会死？难不成是因为玲珑做了江蜀离的药人？因为玲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玲珑就是死于江蜀离之手。总之这事儿查得越深，也就越难以收场。你们确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？自然要查，我姐姐不能白死。你说玲珑是江蜀离杀的，有什么证据？玲珑、胡亥和齐明月全都有中毒，中的也确是一种毒。可你们若是找个炼丹师仔细查探，便会发现玲珑体内的毒和其他2人是有出入的。那是因为玲珑是药人，那凝血草也不过是个引子罢了。我让江罗峰的炼丹师仔细比对过玲珑和胡亥的血迹了。玲珑体内的凝血草用量大而杂质斑斑，如果不是因为他体内积毒已多，他甚至不会死。可胡亥体内的却不一样，凝草的毒素被提炼的恰到好处，一看就是丹道熟练之人的手笔，所以哪怕是他及时的吃了解毒丹，也是于事无补。江蜀离杀了玲珑，又伪造了边伤，为的就是嫁祸给我，一箭双雕之计。只是他没想到会有人黄雀在后，借着他的计划杀人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了玲珑？因为玲珑从头到尾都不是忠心之人，一人奉3主，他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虽说人命关天，可眼下玲珑的死已经不是最壮的事了。如今的关键是，谁想清扫江水离的左膀右臂？今日我所说的，你们大可以随意核验，言尽于此。要不要接着查，是你们袁北风自己的事儿。等等，今天这些事，我希望你能烂在肚子里。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怎么，江少主是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了吗？我不过是不想引起恐慌罢了。死不瞑目才是真的恐慌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又不是个大嘴巴。但是时不我待，再死一个，你们袁悲风可是真的要乱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办起正事来还真有那么几分架势。那是，像我这种德才兼备又貌美如花的潜力股可不多了。你赶紧回去给小师叔吹吹风，他对我放尊重点。你在口出什么狂言？什么枕边风？我守在公子是为了职业，你少胡说八道。不过你和公子是怎么怀疑上大长老的？说了多读书多睡觉，你这脑子明显跟不上啊！大长老深居简出，当初我在原北峰的时候，几年都未必能见到一面，怎么这次就这么巧？还不等我见到胡亥的尸体，便遇上了大长老。他是故意的。他知道江蜀月不会让我轻易参这件事，这是专门来给我铺路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江蜀月太蠢了。江蜀月现在怕是想息事宁人也晚了。你倒是说清楚啊！我还是不知道大长老为什么这么做啊！不知道就不知道呗。
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想知道？平日里对我吆五喝六的，现在也有你不耻无问的时候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帮公子办事？自己想吃瓜就直说，别什么锅都往小师叔脑袋上扣。你若是告诉我，明天我帮你交园子。此话当真？那你负责交每日晨起的第一诏和最后一诏。没问题。现在能说了吗？其实你知道大长老和江家父子之间的矛盾，也就不难知道大长老为什么要这么做了。这原北峰的大长老啊，可是个妙人味儿。江家父子坚信江蜀离是潜力无限的皇女，这些年原北峰上下的资源无底线的向江蜀离倾折。大长老觉得江蜀离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废物，所以他要杀了江蜀离的助理，他居然连自己的弟子都杀。正因为是自己的弟子，所以才更难以接受。可这些全都是你的推测，那襄阳宗的徽记又如何解释？襄阳宗的徽记才是那个最大的破绽。你可知道襄阳宗的徽记是怎么来的？是襄阳夫人亲笔所绘，烈日通火焰蔓延伸展。那徽记虽然笔走龙蛇颇为抽象，可仔细瞧，太阳和火焰纠缠延续，很是恢宏。那你可知道襄阳夫人对她的独儿几乎是宠上了天？担子之日大月又在徽记上添了几笔。我自然是知道。襄阳夫人在烈日焰火之上又添了一簇小火苗，在复杂的线条里虽然不明显，但是当时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但是胡亥和齐明月脸上的徽记却没有。襄阳宗少主出生的时候，大长老就在闭关突破，所以这事儿他十有八九不知道。没错，而且大长老深居简出，就算是他座下的弟子也很少能见到他，也就没人跟他提起这等无用的闲杂之事。那他大费周章的杀人，又刻襄阳宗的徽记，是想祸水东引？你属老鼠的吗？这么会刨根问底？有礼貌的人都讲究个礼尚往来，这个你知道吧？你想让我干什么？先说好了，背叛公子、有损清白的事儿，我绝对不干。你哪儿来的自信？谁稀罕你清白？我就是想问问，当初谣言四起，小师叔为什么迟迟不处理？他不会是真的对我有什么不轨之心吧？你做梦！公子怎么会瞧上一个野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会一刻不离的为公子守夜，你别想趁虚而入。我是问你小师叔他为什么放任自己被造谣？公子吩咐的，我哪知道？谁知道你给公子吃什么迷魂汤了？我警告你，少打公子主意。哼，我不，我就打。你，女孩子家家简直口出狂言。这叫自己的幸福自己追寻，勇敢坚毅且不屈不挠。你不觉得这样的人设很打动人心吗？你绝不可能打动公子的心。这你说了可不算。你给我站住！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一定要去找江蜀离问个清楚。你给我站住！这件事我会彻查清楚，就用不着你费心了。我姐姐死了，你让我别费心。宗主死了，你急不急？口无遮拦，以下犯上，我看你是疯了。我就是疯了，不管你们为什么要费心思的栽培一个废物，无论如何，我姐姐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兹事体大，我已经在查了。3日，我只给你3日时间，若是3日之后还抓不到凶手，我就让江蜀离个废物偿命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们姐弟相依为命，姐姐死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少拿这些官威来压我。3日，我只等你3日。江蜀离灵根全废，却空想着万象宗最好的资源，如此尸位度餐，早就已经怨声载道。江蜀离若真是清白的，那少主还是早些帮他脱罪的好，否则到底是犯了众怒，江蜀离不死也要脱层皮。你确定他今天晚上还会来？我哪知道？要我说啊，你们江罗峰还真是人杰地灵。我就当你是在夸江罗峰了。哼，来了。那个阴险小人是哪个阴险小人？快抓住他！抓到了吗？这是个黑猫，去有光的地方看看吧。看见没？让呲牙呲牙。你让他笑一个才是本事。为难一只小猫会让你快乐吗？这些灵草都被他啃秃了，上面全都是他的口水，就算是炼成丹药，你还能塞进嘴里？还不如给他吃了，物尽其用。明天把他扔出去。他都这么可怜了，你还他丢出去？你知道的，原北峰出连环杀人犯，你让他一个小猫怎么活？你也说了那是连环杀人犯，关猫什么事？我早就同你说过，江罗峰不养废物。他瞧着不太废。我是说江罗峰大难免有耗子，养个猫儿有备无患。用不着。我瞧着你也是个爱多多管事的，江罗峰要是有耗子交给你正好。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救猫一命胜造7级俘虏。哪个古人云的？我刚刚云的，反正你也知道的。
我是个善良的人，我可能放弃一只瘦弱无助的小猫的。你低头看看好吗？但凡它瘦一点，就能从笼子里钻出来。而且你知道的，我对炼丹一窍不通，你这几日让我背的那些方子，我一个都记不全。但是如果有一只小猫等着我养活，我一定如有神助，求求了，让我养吧，养了我就能炼丹了，我不会让它靠近筑基阁的。瞧瞧你那副不值钱的样子，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你问过他了吗？这东西野性难驯，养不熟的。养不熟，总能炖得熟吧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养猫有一套，做饭也有一套的。真的要养，这是只白泽虎，冬体黑，显然生来就是白族中的异类，它是被赶出来。白泽虎，那它混成这样也是够有本事的。你若是真想养只异兽，大可以求求我，何必养这么个又肥又笨的？但是它手感真的很好，我就养它了。不过以后还是会求你的。随便你，但别让它靠近筑基阁。我就知道小师叔人美心善。小师叔放心，我就把它拴在树底下，保证一根猫毛都不会飘到筑基阁。公子，你这么纵容它，它还不上的天了？看来你有办法，既不纵着，又能成事。山影快回来了，属下再去检查一下炼丹室。你有名字吗？你爸妈不要你了吗？你是不是流浪到江罗峰的家？你怎么光吃草？是不喜欢吃肉吗？你说话呀！说什么啊？你真的会说话呀！竟然开了灵智！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名字，我生出来就被扔了，他们甚至抹去了我所有气息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更得跟着我了。虽然我也是寄人篱下，但是我多少比你聪明一点，骗吃骗喝不成问题。胡建谷随他妈胡浆果树的姓，那你就随我的姓吧，以后你就叫祝强军吧。凭什么？凭你吃我的喝我的，你就安心在这里住着，但是千万别去筑基阁自寻死路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乱来的，求你千万别拴着我。可我怕你跑了，这里有吃有喝，我为什么要跑？你当我傻？我知道你养不熟，我在江罗峰是个外人，你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抱团取暖了。你胡说什么？那男人对你有求必应，说你不聪明还真是傻。总之你记住，在这地方你只能信我，还有千万别出江罗峰的地界儿。牧童城开恩，那江罗峰就是安全的，反倒是那远北峰多的是人面兽心的。父亲，不是儿子无能，而是这事儿只能压下去。这事儿怕是和大长老有关。闭嘴！除了大长老，还有谁会费尽心思的折了江蜀离的左膀右臂？主观臆断，构陷长辈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你这少主的位置还坐得稳吗？大长老针对江蜀离也不是第一次了，那些人哪个不是心知肚明？哼，心知肚明有何用？杀人偿命的事儿，总得要拿出证据来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大长老虽然和你我政见不合，可到底是万象宗的老人，动不得。找个替罪羊，把事情压下来。大长老那边自有我去敲打。这怎么行？哼，你还有别的破局之法吗？大长老如此猖狂的杀人嫁祸，这就是我们扳倒他最好的时机。说得轻巧，且不说你能不能找到证据，就算是你真的扳倒了那个老东西之后呢，等着襄阳宗压我们一头吗？那老东西堂而皇之的在死人脸上刻上襄阳宗的徽记，不仅仅是想祸水，更是在敲打你我。大长老出了事，万象宗里子面子都得折，我们别无他选。日后多注意着点儿，等到江蜀离灵根恢复平步青云的时候，你我也就能乘风而起了。抓到凶手了。据说那凶手顶风犯案，杀了二长老座下的弟子，但是江蜀月早有防备，抓了正着。凶手是谁？是大长老座下的弟子，叫于阳，和江蜀离不和多年。大长老知道的时候，人已经被江蜀月下了大牢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大长老把江蜀离这些年培植的势力砍得七七八八，江蜀月就借故抓了大长老的心腹。这一来一回还真是精彩啊！去和小师叔通报一声吧，这事没什么波澜了。祝小姐对此案的推测分毫不差，公子说的没错，她根本不像传言中般木讷蠢笨，是个妙人儿。祝小姐的成长速度太快了，属下这几日看着她对心法的掌控已然炉火纯青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她根本用不着3个月就能恢复实力，不好吗？公子，那白子午养不熟，祝千玺何尝不是？鼠目寸光，你就不想瞧瞧她生了翅膀能飞多高吗？祝千玺尚且知道养猫儿攻心为上，去吧。山影回来了，属下这就去把春才老人接来。强盗！你们简直就是强盗！光天化之下入室强抢良家老头子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是请，衣服都被你扯烂了，有你这么请的吗？你这衣服差极了，我陪你见传丝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早说是沐风竹有请，老头子哪有不来之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忌大喜大悲，忌灵力变动。可眼下瞧着，你是把这忌讳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了。说，你是不是还停药了？没药吃了。老头子不是把方子给你了，怎么会没药可吃？园子被烧了，谁敢在你头上动土？你徒弟
老头子，我哪里来的徒弟？今天晚上收的。老头子，我同意了吗？你恩将仇报啊！那可是我师兄的徒弟，你不是一直想和他争个高下？我是想争个高下，但不是想接盘。能入师兄的眼，这弟子天赋可见一斑。你想踩在师兄的头上，就只能另辟蹊径了。你少忽悠我！你去藏书阁看看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花儿已经开了将近2个月，原本花团锦簇，如今已经败了不少。这就是他的力量。公子向您引荐，那是给了您恩惠。这徒弟您若是不想收，我们公子也不会勉强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这孩子生来就是我的徒弟啊！可怜我徒弟流落在外这么久，还落到了那个老东西手里受苦受难。老头子，我这去与我的徒弟相认。您别急，他不在，他就是个野人，整天不着家，浇完水早跑了。那你去把他找回来啊！找他做什么？您还是先去给公子疗伤吧。那祝千玺对我家公子也是情深意重，您把公子身子调养好了，还怕那祝千玺不对你感恩戴德？你说的有理，他对沐风竹图谋不轨的事，老头子我略有耳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传遍了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这还用问？公子，您出名了。这次又是什么？说我杀人如麻，还是茹毛饮血，又或者是命不久矣？说您艳福不浅。细说，还不是您和祝小姐那点事儿，本来不成气候，但您亲自出去传了谣言，这下好了，连萧岛都知道了。那便好。哪里好？能毁了祝千玺名声，便是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解药，必须留在我身边。可也用不着，若是有一天他瞧上了个野男人，可就能彻底把我甩了。现在好了，没人敢打他的主意。去买几个画本子回来。买那玩意儿什么？那画本全是鬼扯，有损公子的清誉和形象。让你买就去买。第一次谈恋爱，本公子总得知道我是怎么谈的。你早就料到了今日。瞧瞧，让我说中了吧？若是你早些提醒我，或许有人就不会死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拜托你搞清楚，那些人毁是因为有人要杀他们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因你们的争权夺律。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此没有悲悯之心，你才去了江罗峰几日，就也变成个冷血的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你我之间的情愿，何必迁怒到别人？你能不能说人话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小人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我告诉你，乖乖的开祖庙，让我祭拜太上祖，这事儿也就是了结了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，姑奶奶，我就算是瞎了眼都不会看上你。你少说那些个应人的话。下月15若是开不了祖庙，我就去找大长老聊聊。我走了。站住！杀我姐姐的到底是谁？我哪知道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还是说你也要包庇那个贱人？你忘了他是怎么抬着玲珑的尸体上门诬陷你的了吗？你是说江蜀离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那个女人表面与姐姐交好，不过是哄骗我姐姐帮她炼丹罢了。背地里她早就嫉恨姐姐了。凭什么姐姐死了，她也不过是禁足？万象宗还要纵容这个女人到什么地步？这话你该去找江兰风说。宗主和少宗主早就被那个狐妹子蛊惑了。我本以为你是清流，如今瞧着到底也不是烂泥沟里的货色，一丘之貉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那个贱人付出代价。我们走着瞧。你傻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思考人生。什么人生？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悬着的心还是死了。春家老人来了，要见你。等等，你总得给我点小道消息啊！你要什么消息？当初面见公子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这么上心。那能一样吗？你说实话，小师叔请他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是告诉过你了，教你研习丹道。教我研习丹道，需要特意把春才老人请来。我也想知道。不会是小师叔他还有多久可活？你大逆不道！你敢咒公子！你拿我撒什么气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别哭着往回奔啊！小师叔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？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丢下！我还没死呢。可是你的脉好像摸不到了。
你摸反了，我还没死，别哭了。我再试试。这么多人呢，别摸了。好吧。你就是小柱吧？我不是小猪，虽然你是客人，但你不要上来就骂人。你给我规矩点。哼。哦，那我是小猪。你的力量很特殊，若是认真研习丹道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我只想治好小师叔，您只教我能治好小师叔的方子就行了。好，有志气。给小师叔治病的方子很难吗？不是方子难，而是根本没有方子，这方子还得你自己研究。那他现在吃的药是哪儿来的？现在的丹药治标不治本，吊命罢了。那我……放心，孩子，为师对你有信心。你这身子不能再拖了。放心好了，您教好他，他一定会救我的。这就是恋爱脑吗？太惨了！你们两个少说风凉话，否则等我学会炼丹了，就和小师叔申请，让你俩做药人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们兄弟两个日日守着你，你居然想害我们！你倒是会粉饰太平的。什么叫守着我？你们那分明就是监视，我看你们就是闲的。那原北风眼看着不太平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去帮衬一把。怎么帮衬？火上浇油吗？那大长老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江蜀离一个废物，在他手下活不了多久。可距离宗门大比也就只有10天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江蜀离就能恢复实力了。你既然不想他恢复实力，又何必许诺把苏沐腾给他们？我不是不想他恢复实力，我只是不想他打扰我罢了。你们根本不懂。我们不懂，你倒是说啊！说不清楚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小师叔怎么来了？我昨日请过假了，今天不用备方子，也不用浇园子。师兄先逝后，我也未曾祭拜，今日同你一起。也不知道是谁平日里一口一个老东西，现在知道祭拜了。我那便宜师傅怕是早就到阎罗殿告完状了，下一世给你投成小猪猪。小猪啊，虽然你已经另拜了老头子我为师，但太上祖好歹也照料你一段日子，祭拜也是应该的。为师不是个小气的，也不是个爱吃醋的，你尽管去祭拜，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。哪一点？记住告诉那个老东西，你已经拜了我为师，就让他安心去吧。之前他就爱和我比个高下，如今你在我手里出类拔萃，自然是让他知道，他当初简直就是误人子弟，这么好的苗子，非要在他门下，他早就该送到我这里来。世界多一个悬壶济世的神医不好吗？多一些爱与和平不好吗？他就是个好战分子，我一定要让他看见为师是如何将你引回正途的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。哎呀，你们等等啊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去拜那个老东西，不珍惜我这个活人，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哟，这阵仗，知道的我是来祭拜先祖，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是来挖人祖坟的呢。我让你来，可没让他来。我也没让他来啊，他自己来的，有本事你自己拦着他，跟我说什么？你算了，我懒得跟你们废话，只有1刻钟的时间，多1秒都不行。放心好了，都退下吧。谢过江少主啦。你怎么不拜？我为何要拜？莫老不在，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那江蜀月不是口口声声要娶你，怎么还处处使绊子？他还不如来求求我。哼，谁跟你说我要见莫老？大逆不道之徒！太上祖真的死了吗？祖老死前都会提前留下力量，以庇佑后世，为何太上祖的灵牌空空如也？太上祖去世，天下皆知。当初来奔丧的人不计其数，这种事还能有假？祖老若是作画，自然会留下力量庇佑宗门后世；可若是暴毙，自然也就来不及。不仅是太上祖，
这祖庙里这么多灵牌，其中有力量的又有几个？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想知道的，以后自然会知道。天下人皆不可信，可信者只有我一人。我知道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出去吧。既然来了，为何不同我打个招呼？是莫老。是他。我这身子破败，恐病气传给莫老。你到底是在怪我？人各有命，没什么好怪罪的。晚辈就不打扰您清修了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了？你发什么疯？你撒气也要有个度，别以为我会一直纵容你。纵容？江少主厚爱在下，无福消受。有空你还是多去看看江蜀离吧。他怎么能和你比？确实没得比。这些年他捅娄子我背锅，他嘴皮子一动我就得鞍前马后，怎么比？没有我，他江蜀离都活不到今天。那都是你该做的，大局为重。你忘了太上祖是如何教导你的了吗？我该做的仁至义尽，那你该做的呢？眼看宗门大比就要到了，江蜀离很快就能拿到苏木藤开始修炼。这么算算，江少主好事将近啊！你我好歹同门一场，我就等着江少主的喜酒了。你这张嘴倒是厉害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我这叫侠女本色。不过你说的倒也没错。袁北风确实好事将近了。江蜀离当真是皇女吗？她是不是重要吗？该醒醒了，小猪。再这么下去，等不到治好你，我就猝死了。马上就是宗门大比了，把最后的心法背下来。你在修炼一途的天赋确实比我想的要天赋异禀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修炼之事切忌操之过急。我知道，江蜀月突破了。现在同为大灵师，宗门大比我未必能胜他。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彩头。麒麟玉虽然珍惜，却也不是什么难得一见之物。你若是想要，江罗峰的宝库里有一匣子。那不一样，那根本不是麒麟玉。你怎么知道？佛曰不可说。总之你信我，那东西对你很有好处的。这么说，这东西你打算送给我？当然。其实你不用为我如此费心的。那不行，小师叔放心，这麒麟玉阶我势在必得。为了小师叔的礼物，这段时间我得抓紧修炼了。那方子就先不背了吧。好。那炼丹呢？最近也不炼了吧？好。那交园子的事儿就交给江映和山影吧。好。那顺便把强军也喂了吧。好。还有得寸进尺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红绡骨边沾了血，你当真打算带着他上擂台？没想好。我7岁的时候契约了红绡，可这些年却从未给他开过刃。最近红绡经常嗡鸣，他既然是凶兽之骨，想必见了血，就不肯甘于沉寂。越是如此，你就越要谨慎。我迟早要将他收为己用。放心好了，我7岁契约红绡，他若真的有灵，我们也算是感情深厚了。我也不是傻的，上擂台前我总是要和他谈谈心的。不过小师叔不准我下山，这事可就不好办了呀。又想趁机讨价还价？我哪敢啊！我这不也是为了万无一失？我这心法才刚刚通悟没多久，许久未动手，总是要活动活动筋骨的。想去哪儿？小师叔有什么推荐吗？若是我推荐，裂骨崖最是合适。想造反？我这不是给小师叔松松筋骨，我还以为就江家父子想让我去裂骨崖受刑呢。原来小师叔也惦记着把我扔进去啊！不是你自己要找地方实战？我那是想出去。我不出去，你也不能出去。凭什么？凭你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睡我的，所以什么都是我的。我又不会跑，我会回来的。哼，你以为我是江蜀月那个傻子吗？被你骗得团团转。总之出去你就别想了。裂骨崖现在虽然做惩戒之地，但是在万象宗初建之时，裂骨崖是宗门弟子历练之地，崖底地形复杂，灵兽不计其数。你若是能从裂骨崖全身而退，原北峰那些废物根本不值一提。那我要是不能全身而退呢？轻则缺胳膊少腿，重则给灵兽加餐。总之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去给你处理之后的事。什么处理之后的事？是给我处理后事吧？你好歹也是个大灵师，
我只是个大灵师。放心好了，不会让你死的。可我会受伤。受伤不是很正常？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多着呢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我做个废物，像江蜀梨一样？不思进取，我可不会养你一辈子。为什么不呢？不想下山了？不想下山了，还是小师叔好。我这辈子就守着小师叔，哪儿都不去。少给我来这套！江罗峰里养出个废物来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我会让江印和山影跟着你，保证你四肢健全的出来。但是修炼一途，终究还是要你自己走。放心，我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小师叔说往哪儿走，我就往哪儿走。你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死过一次，总是会变的。你像是换了个人。你就当我是开悟了吧。贪生怕死也算开悟？这叫惜命，活着才有希望。你那都是老思想了。以后我会给江罗峰传授社会主义新思想，全力帮助你们开悟。你是说你自己贪生怕死不够，还要带偏我江罗峰的弟子？冥顽不灵，不和你个老古董说这些了。反正在我力量恢复之前，必须保证我的安全。那裂谷崖你还去吗？去，明天就去。今天为什么不去？因为今天晚上小厨房炖肘子，总不能是因为我心法还没背完吧？当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这么早？倒是可以日煞三竿再去，不过原北峰那边很快就知道了。阴魂不散。那可不是，人家江少主可想着娶你呢，那不得把江罗峰看严实了。大早上的不给我吃饭也就算了，还变着法儿的恶心我。人家江少主可是江蜀离的官配，你知道拆散他们的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那叫反派。得了吧，他俩还用得着别人拆散？一个两个都是心怀鬼胎的，别以为我瞧不出那女人三番五次的来江罗峰是为了什么。既然知道，那就小心着点儿。用不着你提醒，江蜀离就是再蠢蠢欲动，现在也进不来江罗峰的山门。倒是你，没事别往朱姬阁跑。那你倒是让你家公子别叫我。你以为我想去吗？不是查我背方子，就是试我实力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快精神衰弱了。公子如此为你费心，你还不识好歹，我劝你谨言慎行。我就不识好歹，我就是白眼狼。有本事你现在就让小师叔把我赶下山。你想得美！你们两个别说了，趁着天黑快走吧。下去吧，带着你那破猫。公子说了，让你在崖底历练3日，可不是让你在崖底找个地方苟3天。要是被我发现你敢偷奸耍滑，别怪我给你引个大的过去。话真多。下去的路在哪儿？路？什么路？山影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想死别带着我！你一个大灵士，不会蠢到被活活摔死吧？还不太习惯而已。这地方有点臭啊，到底是什么灵兽这么喜欢随地大小便啊？除了那个臭老鼠，谁会用这种恶心办法去占地盘？臭老鼠，你认识？当然了，我在万象宗流浪这么久，这地方三不管，我还住了一段时间呢。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呀！快走快走，天亮了太阳一晒，这地方简直能熏死人。往哪儿走啊？那边走，那边是一条沙纹蟒，2级灵兽，你现在拿来练手正好。沙纹蟒性子烈，进了他的地盘，不是你死就是他活，速战速决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来崖底不就是为了历练吗？你练着，我先走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打算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和那个文蟒打架？是沙文蟒，朱姬阁上那位说了，让你自己历练，我哪敢多管闲事，自求多福吧你。破猫，以后你一片灵草也别想吃到。就是这里，这都不死。2级灵兽，也不过如此。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你没走，我哪敢走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也得跟着倒霉？这尸体怎么处理？这地不能久留了，刚才动静太大，要不多久就会有灵兽闻风而来。那些灵兽就算是来了，也只是分食杀我蟒罢了。我先走，你随意。哼，胆小鬼。公子，这崖底下味道不好，您还是先上去吧。看他的招式倒是和往常一般无二，功法招式全都是太上祖教的那些没错，可属下总觉得和往常有些不同。时机，他对时机的把控变了，死过一次，当真能让一个人的性子如此天翻地。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来教你怎么像人一样生活。
这样，跟我走，跟着我，保你长大成人。真的可以吗？你真的愿意带着我吗？当然啊，之前没有人愿意带着你吗？之前没有人来过这里，之前来的人都很难受的喊着，没有像你一样很开心的。不过你要是和我走了，这儿就不能要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要好好做人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不会抛弃我吧？这家伙还挺可怜的。放心吧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我相信你。天亮之前我们就得走了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我东西都被抢了，我平时就在这里来回走走，吃吃草。抢了？谁？被你白天打伞的那些令兽抢走了。你连他们都打不过，你怎么活到化形的？我不打架的，我就一直不消失，就活到化形了。我真的不打的，我只是跑得快，他们追不到我。走吧走吧，以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有你一口汤喝？我不喝汤的，我吃草，我会吃的很少。你别不要我。为什么要吃的很少？你可以吃的很多。我有一个园子，也不能放开吃，我喂你的时候可以吃。院子老大了呢。再往前走可是灵面虎的地界了。三级灵兽，我察觉到了。你不害怕了？害怕，却也畅快。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还有1个晚上的时间。裂谷崖里和你实力相当的灵兽你都已经打了遍，现在没有灵兽愿意陪你练手了。不是还有4级的灵兽，前头有一匹马，很是漂亮。它已经化形了，能不漂亮吗？化形期灵兽实力相当于人族灵王，比你高了整整1个大阶。我还缺一个坐骑。骑我？你骑我？你有病！你还有脸说我有病？化形期的灵角马你都敢骑，你是不是磕到脑子了？人都有梦想，你一个猫不懂。他一个猫不懂，可我一匹人懂。你这匹人怎么脑袋上还长角？我乐意，这是潮流。那这衣服反着穿也是新潮流。跟了我2天1夜，连人族怎么穿衣服都没研究明白吗？谁跟着你了？这裂谷崖是我的地盘，我那是晨练。对对对，晨练、午练、晚溜达，热身这么久了，可以动动筋骨了吧？你干什么？跟了我2天，不是想杀了我，难不成是为了看热闹？是啊，就是为了看热闹啊！你们人族没说看热闹就得挨揍啊！大家都是兽，你倒是帮我解释解释啊！我解释什么啊？解释一下，我就是想看热闹啊！你不也是吗？我那是保护。我也是保护。你不是缺个坐骑吗？以后我就是了。他要是也想当，得竞争上岗。你给我闭嘴！不会说人话就别说。你堂堂化形灵兽，有人在你的地盘撒野，你就该杀了他。我只会修炼，不会杀人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他才刚刚化形，和刚出生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你那么大一只猫，欺负那么小的孩子。既然你崇尚和平，那我们不勉强。不过你也看到了，你连衣服都不会穿，继续留在裂谷崖，只能越长越笨。还有，你有名字吗？什么名字？每匹人都要有名字吗？是每个人，每个人都要有名字。那我没有。那你以后叫朱爱国。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？是取自你们人类什么传世的经典之作吗？取自我的一腔热血。为什么一匹马嘴能碎到这种梯度？变回本体，带我上去。我已经是一匹人了，不能再变成马。你在逗我？那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可以抱你上去，你们人族都是这样的。我看你是真不怕死。听我一句劝，你要是想上去当个活人，该变马的时候就变，哪儿那么多可是？快变！哦。好马。那是当然，我不仅是好马，还是好人。起来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快起床了，让为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都怪那个狠心的，非把你扔进去，那是你该待的地方吗？
师傅您别敲了，这点小伤死不了，再不让我睡觉真熬死了。胡说八道，老头子我还没见过困死的。还有，你大半夜的带个男人回来，经过沐风主的同意了吗？大早上的您能不造谣了吗？什么叫大半夜带回来个男人？那分明就是匹马！你赶紧起来，把他给我处理了！小小年纪路子不能这么野！不是的，我是一匹人，我就是主子大半夜带回来的那匹男人。你看看，二加一说话了，你还不承认？看见什么？半夜带回来的男人把自己拴树上了。这是什么名堂？家里没有马圈，我只能先把自己拴树上了。他就算是个见不得光的，你也好歹给人家个床啊！拴院子里算怎么回事儿？他自己非要把自己拴树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而且我都说了，他是马，只是匹野马。听说你带了野男人回来？是野马，化形期的菱角马。你倒是有几分运气，在裂谷崖里待了几十年，没想到被你牵回来了。确实有点傻，不傻的坐骑不是好坐骑。小师叔大早上亲自过来，总不会是来看看马的吧？听说你在崖底杀疯了，力量刚恢复，有些收不住罢了。是力量收不住，还是红绡收不住了？红绡起了杀心，你还纵着他。宗门大比点到为止，你若是在擂台上收不住，江家父子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我会控制红绡的。你打算怎么控制？崖底和你交手的灵兽无一幸免，你打算怎么控制？把红绡给我，在你晋升到灵王之前，不能再碰红绡。这怎么行？没了红绡，我怎么上擂台？江罗峰宝库里不缺神兵利器，你喜欢什么拿什么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把红绡给我，你吃吃喝喝还往家里带野男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这江罗峰还是我的地盘啊？我不用就是了，就不麻烦小师叔费心保管了。废话少说，给我拿来。那你得答应我，宗门大比之前都不能逼我背方子炼丹了。讨价还价，这叫合理要求。我管束你也是合情合理。不是困了吗？回去睡吧。你扶我肩膀，还摸我腰，你要是不把鞭不还给我，明天我就去拜名声拜完了。随便你。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先洗干净了再睡，你臭死了。公子，这鞭子怎么办？听话就留着，不听话就剁了喂狗。那马，他不是想要个马厩，那就给他盖个马厩吧。江罗峰有女弟子吗？有，江罗峰的门人大都是万象宗的旧部，公子选贤举能，不避男女，不管是江罗峰内还是外边的产业，女弟子都是半面天。找个脑子灵光的，跟着祝千吉吧。有种被丹方明抢的憋屈感。睡醒了。小师叔怎么开始喝汤药了？汤药到底是比不扎丹药？我这身子败了，虚不受补，整日吃丹药吊着，总有一天要油尽灯枯的。所以啊，你争气点儿，别让小师叔死。小师叔别吓我，春彩老人是神医，他一定会救你的。他救不了我，只有你能救我。小叔叔就不怕我以此挟制你？你若是以此挟借我，我也就认了。小师叔可不是会认命的人。不过弟子还是不知道我要如何才能救小师叔，通言丹道还是寻什么仙药来？或许有一天你就突然知道该如何救我了呢。你尽管往前走，我能活多久不在你，在命数。既然你说我能救，那我就一定能救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不会和我讨价还价，不去炼丹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讨价还价的？睡醒了也该缓过劲儿来了。马厩已经盖好了，那野马不能进你的院子。都行。离宗门大比也就2天了，你可以歇着，等宗门大比尘埃落定，
再去炼丹。那红绡呢？想都别想。那你拿什么陪我？我总不能赤手空拳上擂台。吃完饭，忍冬带你去。忍冬是谁？是你的婢女。忍冬是江映手下亲卫，为人细致妥帖，照顾你最好不过。江映的亲卫，照顾我未免也太小材大用了。忍冬在江映手下天天出生入死，在你手下好歹有几天安稳日子，给他个机会不好吗？随你安排吧。弟子见过公子，见过祝小姐。饿了，什么时候吃饭？今天我院子里添人了，怎么也得吃顿好的，给忍冬接接风吧。承蒙祝小姐厚爱，弟子心领了，但是于理不合。你不用紧张，她其实就是嘴馋。祝小姐不是个拘泥俗礼的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知道你睡醒了要吃。今天这吃。凳子上有暗器。尊卑有别，弟子何德何能与公子同席？说人话，我不配。坐吧，祝小姐说给你接风，那便是你的接风宴。坐吧，坐吧。你历练这几日，原北峰那边没少派人过来。谁？江蜀月，他不赶紧修炼，来找我干什么？还真是个不怕死的。不管宗门大比是输是赢，他都能得到苏木藤，如此就够了。苏木一旦藤落到江家父子手中，江蜀离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灵根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这不得看大长老有什么打算。大长老收编了齐洛星，摆明了来者不善，所以我估摸着宗门大比不会太平，等着看好戏吧。你想收渔翁之利？我就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，最多是袖手旁观，哪里来的渔翁之利？随你怎么说吧。总之，但凡你有所行动，一定要提前知会我。其实我觉得，你在宗门大比上杀了江蜀月，也不是不行。你认真的吗？不杀他也可以，但是日后你和他的所有往来都要和我一字不漏的汇报。我周围别说是人了，猫和马都已经屈服于你的淫威了，你随便问问不就行了？你知道就好，少干那些惹我不高兴的事。您老还有什么要安顿的吗？没事，我回去接着睡了。哼，小姐，等等我。小姐，要奴婢伺候您歇息吗？你不用自称奴婢，我没小师叔那么多规矩，你大可以放松些。属下知道了。你这觉怕睡不了了。别告诉我江蜀月又来了。那倒不是，公子说了，江蜀月来了这种事儿不用通报你。这次来的是齐洛星。齐洛星？他来干什么？大长老要见你，所以你见是不见？不见。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齐洛星说了，你要是不见，就把这块玉佩交给你。襄阳宗的东西，给我这东西干什么？你这个女人油盐不进，以后严北风的脏东西一律不见。小姐可是后悔了？是后悔了。我后悔当初就不该沾这些死人。没想到啊，你面子这么大，以前倒是我小瞧你了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大长老亲自来了。大长老是个识相的，知道公子不喜欢袁北风，已经10几年未登门了。这老东西拿自己的脸面给我施压。大长老亲自登门，若是再吃了闭门羹，万象宗免不了谣言四起，编排我事小。若是连累了他小师叔的名声，最后受罪的不还是我？见，马上见。人在哪儿？在山门口。袁北风的人没有公子同意，哪里进得来？也就是说，小师叔早就把大长老的面子踩在脚底下了。公子不给袁北风好脸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那我为什么要给他脸？去告诉大长老，昨夜小楼东风，文武尽落，须折腰顿首，以祈柳暗花明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昨晚上诸姬阁上起风了，书册武器都被吹倒了。大长老要是想要条活路，就低眉顺眼来诸姬阁谋个差事，擦擦桌子扫扫地，直接养老得了。这女人就是扮猪吃老虎，我要把这话原封动的告知大长老。我这就去，蹬鼻子上脸。
这祝千玺是要拿老夫当马前驱啊！祝千玺是告诉老夫，他定要把安北风搅个风起云涌，不管是当初辱骂他的，还是冰刀相向的，他一个都放过。想要柳暗花明，就得斩妖以示诚意。斩谁的腰，砍谁的头？哼，还能有谁？当然是江蜀月和江蜀离，他就是想借刀杀人。祝千玺居然是如此阴险之人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本想利用祝千玺打压江蜀离，没想到被反将一下。老夫一定要见他！啊，小姐醒了，要吃东西吗？等天大亮，宗门大比也就开始了。不吃了，吃太多了，容易胃下垂。胃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下垂？你连胃都不知道，这你都不懂？是饭袋子，直通屎仓子。小姐还真是博学。你对袁北风那些人了解吗？了解，属下之前专次情报。小姐想知道什么？就说明天要上擂台的那些吧。以小姐的实力，根本用不着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唯一要注意的，也就只有江蜀月了。江蜀月前几日突破了大灵师，如今和小姐品级相当。不过小姐离灵王不过一步之遥，不是江蜀月能比的。不过江蜀月有只契约兽。契约？这事儿江家父子瞒得紧，就连大长老也不知道。仔细说说，江蜀月的契约兽是一头乾灵豹，3级灵兽。据说是他去齐辽国历练时，正好遇到了兽潮，单枪匹马入了森林，诛了乾灵豹，才退了兽潮。当初这件事闹得不小，江蜀月借此名声大噪，但是对于乾灵豹众说纷纭。不过据我们的情报，江蜀月10有8九是把那灵兽带回来，以他的精神力，要契约3级灵兽太勉强了，所以有人帮他了，是江鸾峰。那时候小姐出落头角，不管是实力还是天赋，都将江蜀月压得死死的。所以那次兽潮哪是江蜀月单刀赴会，分明是有万象宗的长老助。当初的江蜀月也不过是个灵师，怎么可能契约乾灵豹？不过他现在晋级了，乾灵豹10有8九已经收入怀中了。无所谓，小姐有信心就好。不是有信心，是打不过我会投降。投降很丢脸的。没事儿，反正丢的是太上祖和小师叔的脸。这不行，属下这就带小姐去宝库里挑选神兵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白天帮你浇地，晚上还得加班，再给你把兵器分类，老子真是欠你的。你给我说，刀枪棍棒斧钺钩叉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能简单介绍一下吗？公子说了，祝小姐善使骨鞭。其实我觉得我更善使暗器。暗器有，你想要哪一个？那个。你这个贪财好色之徒，糟蹋了公子的清白，你还想卷走公子的财产？不是你们让我挑的。那你好歹是挑点正经的。还有比钱更正经的东西吗？你又下不了山，你要钱干什么？还是说你想跑？你血口喷人！小姐，我们还是不拿钱了吧？山影那个家伙是真的会告状。拿逐日弓，这宝库里就属逐日弓最强。你这个叛徒！那就要逐日弓。我是去比武，又不是去选美，穿个衣服而已，至于这么仔细吗？自然是要仔细的。这套衣裙，公子半个月之前就让在做了，说是刀枪不入也不为过。所以它的作用是防身，没必要绣这么好看吧？怎么还是情侣款？什么情侣款？你确确实实有几分姿色的。我的美貌我知道，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的衣服这么不对劲儿？哪里不对劲？
我江罗峰上云纹，这图案很是常见。可他们身上都没有云纹。他们级别不够，给你衣服穿还这么多事。闭嘴，少问。今日第一轮，按照规矩是车轮战。所以原北峰的那些人一定会抱团打我一个。为什么江罗峰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宗大比恩？因为瞧不上。如果不是你非要让袁北峰知道你是孙子还是爷，按理来说你也不该上擂台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你不是瞧不上，是瞧不上，但是得去瞧你。江罗峰势单力拔，就你一个，第一轮对你很不利。不过你放心，第一轮你我联手，就没人能罚到我们。吃里扒外，你挺别致啊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们才是最志同道合的人。我警告你，离我远点儿。宗门大比结束，我会如约把苏木腾给你。我不要求你做好人，但是你也得勉强做个人，不要作妖，安安分分走剧情，好吗？肃静！宗门大比5年一届，是诸位弟子崭露头角的好机会。头抽麒麟玉，获胜者得。擂台比点到为止，同门切磋，切不可伤人性命。第一轮比赛开始，诸弟子上擂台，一炷香后仍立于台上者晋级。燃香！你带了个什么东西？带了个猫。切，不自量力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他为什么看我？他是不是在嘲笑我？他被围攻了，没工夫嘲笑你。什么叫没工夫嘲笑我？你是觉得我连被嘲笑也不配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得意不了多久。宗主让你耐心些，等到宗门大比结束，苏木腾也就到手了。承担之日，也是你翻身之日。到你那时，不仅实力扶摇直上，还是少主夫人，一个丧家之鸟，还不是身任你拿捏？你的剑太慢了。你慢点儿！上祖收了个好弟弟啊！如此天赋，如此算计，祝千玺当受万象宗领军之辈。想来千玺与向阳宗也是相熟的，不过瞧了那尸体几眼，便看出了端倪。那日我派人送了向阳宗的玉佩过去，没想到被退了回来。沐风主可知那玉佩是谁的？那玉佩可是向阳夫人特意嘱咐我转交给千玺的。你找死！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大长老送了千玺玉佩，那在下回去便嘱咐他一声，让他送大长老早登其漏。祝千玺未来一片光明，就不该落到你这个恶人手里。他该走的是名门正道。大长老这是要和我抢人了？有何不可？大长老如此器重千玺，在下也就放心了。想必死在千玺手里，大长老死得其所。你以为你能欺骗他多久？那就看看他到底是先离开我，还是先刀了你。时间到，明日第2场，当场抽签，2两对围。师姐灵力浑厚，功法娴熟，真是让我羡慕不已。我若有幸能恢复灵根，还望师姐不吝赐教。你恢复灵根之后，只需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离我远点儿。你以后是干大事的人，我就是个混子。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桥。师姐这是不屑与我为伍吗？我是不敢。万象宗的未来，天下的未来，都是你肩上的重担。你是成大事的人，我不一样，我得苟且偷生。师姐何必阴阳怪气？这娘头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吗？反正你恢复实力以后，离我越远越好。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？因为你贪心不足，好自为之。
我就知道你又得吐2两灵气。可惜了，应该杀了他的。不是，你怎么在上面还能打起来啊？大长老嘴贱了。他打算把你卖了，我自然要拼了命的护着你。我何德何能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和战神师叔同居后，他真香了。给我放下！这是啥？是我的死亡原因吗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干，外面那群人以为我什么都没少干。天地良心，这不是我写的。这是我从民间没收来的，正在追查造谣之人。你怎么证明不是你写的？这都没有细节，我要是写，能一到重点就略吗？不是我，肯定不是我。谅你也不敢。这件事我会继续追查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小师叔明鉴。你走吧，我乏了。明日还有比赛，好好休息。还有，不许见大长老。小师叔放心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，小师叔枕头底下那些奇奇怪怪的书哪来的？我和黑影下山买的。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里拿，没看见小师叔都被气病了吗？处理什么？我瞧着公子看得挺开心的啊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跟你说不清楚。又被拒绝了见面，这祝千玺架子也太大了。哼，不是祝千玺架子太大，是穆同尘度量太小。走吧。小师叔今日不来了。公子说了，他身子不好，在家等你凯旋。小师叔还好吗？公子说了，只要你不见大长老，他就还好。第2轮，2两对擂，抽签开始。我带你去。不用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安排个什么牛鬼蛇神。44号，瞧见了吗？这是咒我呢。我去查查另外一个44号是谁。不用了，费那劲干什么？有人会来告诉我们的。他们就等着算计你，怎么可能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？江家父子确实不怎么聪明，可也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。听说大长老去找你了，怎么有个老头子来找我，你也要管？我是好心提醒你。师妹前几日还要我的脑袋给玲珑场死呢，今天倒是有好心了。我当初不过是误会了，你又何必得理不饶人？杀人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？抓没抓到你自己清楚。大长老想杀你，那可是锲而不舍。大长老来找我，就是为了你。什么意思？别哭了。字幕上的意思，你知道的。玲珑是襄阳宗的人，死的那几个人全都被刻上了襄阳宗的徽记。那又如何？与我何干？你长点脑子吧，行吗？你这智商别修炼了，找块地种吧。你羞辱我！若是把园子交给我，我比你强100倍。你有病吧？我骂你呢。我直说吧，大长老来找我的时候拿的是襄阳宗的玉佩，我派人去查了，那是襄阳宗少主的东西。所以他大概率是要搞死你，借我的手，借襄阳宗的手。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这智商真的能活到大结局吗？我求你别死，你才要死！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杀人凶手已经惩治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。那几个人的尸体已经处理干净了，
唯独玲珑的尸体还在玄冰里封着，你就没怀疑过吗？不是没有怀疑，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大长老还留着玲珑的尸体。言尽于此，你们自己好好想想。怎么办？要不要我去把玲珑的尸体毁了？不用，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的。还有祝千玺那个自作聪明的蠢货，本以为他跟在小师叔身边能有一长进，没想到还是扶上墙的烂泥。可祝千玺实力不容小觑，任由他羽翼渐丰，到最后麻烦的还是我们。那就为我所用，拿到苏沐藤之后，就按计划行事。我绝不可能嫁给江蜀月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让你嫁给江蜀月的。江疏离算计了你多少次，你怎么一点不长记性？谁不长记忆了？他不是个傻的，他之前就利用你给自己造势立威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说话就说话，你叫唤什么？听你这么说，他好像确实不傻。岂止不傻，简直是玩弄人心的一把好手。那就好。好什么？他明显在算计你。只要他不死，都好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啊。不可能，一遇到江疏离的事，你就很反常。哼，爱信不信，江疏离该是有城府算计的人，这才正常，这才合乎常理。可一个城府深重的人，当初又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抬着玲珑的尸体上门讨伐我呢？玲珑惨死，江疏离战百出，所以大长老才觉得有了可乘之机，所以才有了将计就计。如苍卓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或者说，他打算利用我干什么？第43场刘若阳胜，第44场祝千玺、梁小红。这么快？梁小红不是个好对付的，你自己小心。这次老子要把你锤成肉泥！火气别这么大，区区小伤，何足挂齿？倒是你，老子要锤死你！别这么暴躁，你求饶，老子也要锤死你！哈哈哈哈！被老子抓住了吧？Yes！